嗨，大家好呀！最近我感觉做什么样的内容好像都提不起观众们的兴趣。明明咱有13万的关注，但是最近的几期视频播放量都只有1万出头，这样的死循环让我感到十分的焦虑。所以我就想到自己能不能做一些奇特的战车放到战争之人里来给大家录制节目呢？然而想要制作游戏的 mod 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请教了之前给我发过那个意识坦克歼击车的大佬雾月维新来给我指路。结果这一问不当紧，人家又整出来了一台名为E5的小车子。所以在这儿咱就直接利用这位大佬整出来的现成的载具录制一期对决吧。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德国当时计划的 E 系列的这个战车呀，似乎都是以吨位来进行命名的，所以这个名为 E5的小车，它的重量只有5吨，因此它的装甲防护可能挡.50都有些费劲。不过在武器方面呢，它所装备的火炮似乎是拿德军的82毫米迫击炮改装而来的。你们别看这玩意儿个头虽小，但它却可以发射一种穿身很高的破甲弹，而且考虑到迫击炮没有膛线的原因，它所发射的这款破甲弹的实际效果应该是不错的。为了方便对比呢，在这儿我就用了一排大石墙将这个地图一分为二，然后在场地的两边呢，分别有6台这个E5坦克歼击车，还有6台追猎者坦克歼击车。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模拟，看看哪一边能够阻止这3台盟军在战争末期所使用的重型坦克吧。好嘞，考虑到最近的播放数据，还有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懂这些进阶的军事内容，所以本期我还是进行这个实况的解说。然后场地的左边呢是这个追猎者，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追猎者已经开火了，因为他们的这个火炮呢是75毫米的 PAK， 也就是战防炮，所以它的射程要比这个我们的这个 E5所使用的这个82毫米的改装迫击炮要远的。然后这个 E5呢，它只能是往前开，将这个距离拉到很近之后才能开火。根据模组里显示呢，这个 E5的成员组只有2个人，不过考虑到它的车体这么小，而且重量只有5吨，2个成员似乎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它的这个因为是82毫米的这个小迫击炮嘛，所以往这个炮膛里装填的速度应该也是挺快的，加上这个2根炮管呢，它们的这个火力输出还是很猛的。在这儿可以看到它们很轻易的就击穿了这个潘信的车体。模组里显示它们的穿身是有160多的，但现实中实际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不清楚。在这儿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模组的作者他的一些数据没有设定好，就是明明我们这边显示了这台潘信的车体已经损坏，但是他的成员就不会撤离这个车子，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手动的把这个小八嘎车组给撤出来。但是后面的这台丘吉尔呢还是没有被击穿。丘吉尔这台车还是挺蠢的，它前面呢是这个垂直装甲，然后到后期型号呢，它的这个正面装甲也只有152毫米，因为是这个几乎是垂直于地面的，所以它这个152毫米等效也差不多就是152毫米。在这儿呢，它应该是很难挡得住这个小车所发射的破甲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这个数据显示能击穿，但是打上来呢，这个坦克就是没有遭受到太大的伤害。如果现实中它这个破甲弹的穿身真的有160的话，这台丘吉尔此时大概是已经被击毁了。然后我们此时再看一下右边这个追猎者这边的情况啊，追猎者呢，它是这个75毫米的 PAK， 所以它的穿身很难从正面伤到这个2战末期的盟军战车，所以这边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糟糕，就只剩下这台白色的这台追猎者里面还有1个成员没有掉，但是它的主炮已经坏了，所以追猎者这边可以说是已经记了。然后我们的E5这边呢因为这个模型的这个数据可能是有些不对，所以他们始终无法彻底的击毁这3台盟军的战车。不过我们拉近了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台潘信呢，它的这个正面是被打穿了一发，然后炮管子如果数据对的话，也是挨了一发160多穿的破甲弹，已经无法正常的发射。然后这里这台丘吉尔的手上部分也被击穿，手下部分也挨了几发，侧面呢也挨了一发，放在现实中大概也是废了。然后这里这台杠2呢就更不用说了，他在一股脑冲到这个指定地点之后呢，被这个义武从背面开火，就把他的这个发动机都给打了几个大窟窿，在现实中估计已经起火了。所以义武这台小车如果在现实中真的投入战斗的话，他们大概率可以通过一些伏击战术来干掉一些盟军的重型战车。然后通过本次的视频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算是此前做出过可调节悬挂的一时的大佬，整出来的一些小车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因此我是想都不敢想以后自己在学习制作 mod 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相等的回报。不过这就是我们今后才要考虑的事情了。好了，我们今天的看格勒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还请多多3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